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卫军情局。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9号。现在全球军迷的目光正在由俄乌战场转到加勒比海，因为这个俄乌战争目前属于焦灼阶段，一时半会儿是分不了胜负了。而加勒比海有可能会尽快上演一场摧枯拉朽的大战，大家都盼着赶紧打，因为咱们想一饱眼福。但问题是军事向来是政治的一种手段，它不是你想看它就要打的。今天我想从两个关键点和大家分析一下这场仗什么时候打响。第二，美国国会是否会真的授权给川普。咱们还讲一下目前流传的一个说法，有一位大媒体讲，只要是美国调配的航母到位，也就是1周左右的时间，这个大战就会启动，咱们拭目以待，指日可待了。但问题是他们并不清楚川普为什么要引发这个战端，他真的是为了实现什么走私毒品的打击吗？还真不是。委内瑞拉确实可能参与了毒品，但这个不是大头。就像老美讲的，中国的芬太尼这也许是一个大头，而南美那只能算是零敲碎打。那为什么要捏这个软柿子？很简单，老川在国内的政绩受到质疑的时候，民望降低的时候他需要来一场战争来拉高民众的支持率，而这个时间节点它有可能是明年的中期选举，现在打没有意义。为什么呀？很简单，如果你要讲现在实力讲的话，这场仗早就应该结束了，因为现在有6000位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常驻在加勒比海，随时准备动手，又有2到3艘的驱逐舰，还有若干的潜艇，连 F-35B2都去了。你知道这一天消费多少？如果没有航母的话，根据这个战争研究所的统计，每天的成本在600万美金。如果你加上这个航母它直接跃升到800到1200万美金，这可是每天的消耗如果你再加上高密度的侦察，这个费用能提高到1500万一天。如果你真打起来了，一天算上弹药就有可能突破3000万美金。这打仗是真的很花钱的。那你就想，老川在这都渗了1个多月了，为啥还不动手时候没到。因为如果你要从军事实力上来讲，这马杜罗那300万民兵只能是吓唬自己人，镇压民众可以，你要和美国打呢，他们根本没有那个实力，更没有那个意愿。因为你要从实力对比和速战速决他完全可以用斩首的方式，无人机对马杜罗的行程先进行 CIA 的渗透，你摸清了这个地方以后，你直接斩首因为斩首一发下来这个地火导弹，问题解决了，反对派上台不会有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是不是早就等着上台了民众也希望把马杜罗给尽快推翻他。但这种低成本的并不是老川想要的，他想要的是一场常规的，然后呢轰轰烈烈的，民众觉得打得漂亮。你突然一发地火导弹有啥意思？根本没来起来。他要的是什么？现在属于叫前戏阶段，直接把美国民众的想法进行洗脑，那就是现在的打击走私毒品要把它上升到反恐，你危害了美国民众的健康反恐这个阶段你得需要3-4个月的时间，老美的民众才能知道打马杜罗它就是反恐，才能完成这种融合。第二如果老百姓同意了，那什么时候打呢？你得看在中期选举的焦灼阶段民望差的时候，啪，这样才能
把人们的目光由物价太高啊，由这个工作不好找，失业了，转向美国即将要打赢一场大战，这是一个时间节点。那我们就要去第二个问题，既然老川是要给美国民众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有前戏有高潮有收尾的大戏，那一定是2026年，那能否获得国会的充分授权呢？在这儿给大家普及一下，美国总统确实作为三军总司令，但是美国宪法第2条规定，对外宣战的权利不在总统，而在国会。现在老川他无法冲破这一条，那这条是怎么产生的呢？还有一个呢，是1973年的有一个叫战争权利法案，在宪法之上，国会又通过了决议，就是真正对外用兵，那只能是国会授权。假设总统认为我有突然袭击了，就像911那样的，或者说是一些不可预测的情况，你必须要采取紧急的军事干预，那你必须在48小时内通知国会，也就是讲的紧急，你要事后要报备。然后呢，你的用兵时间是90天为限，如果到了90天你还不回来，那你就属于叫违法了。当时为什么要出这个呢？是因为时任总统尼克松在未通知国会的情况下，他轰炸了这个柬埔寨，因为在轰炸过程中呢，造成了大量的民间的损失，就是平民有伤亡，而且高达数万。当时的美国面临了全球非常大的舆论谴责，就是你打击坏蛋可以，但你把这好人也烧上也不行啊，这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呀。所以1973年才通过了这个战争权利法案，等于老川头上他有2个紧箍咒，不是说他什么时候说一声令下咱们开始打，不是那么回事儿。但现在我感觉美国的参众两院对于打击这个马杜罗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因为你说他是反恐，那总要拿出一些证据来给国会议员看，然后美国民众他也要清楚为什么要打。那我们乐观的估计，如果说老川真的打成了，把这个马杜罗当成了一个献祭了，他能不能获得连任呢？也难。因为我在另外一个频道讲到了，如果说老川能够在明年中期选举保住这个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席位，他必须要解决物价的问题。那你要解决物价问题，势必要把这个关税砍了，那我们白搞了吗？第二，你想让美国民众的服务业有活干有人去采草莓，有人去修理汽车，那你必须对 ICE 打击这个所谓非法移民的执法，你不要扩大化。正常干活的你不要打他，你可以打那些犯罪分子。但这个呢，就不一定能够完成他每天要遣返3000人的目标。你看，那老川什么时候能够转型这是一个未知数的问题。还有我提到第3点，那就是红蓝的极化。那如果说你不再寻求双方的和解沟通，寻求美利坚合众国的最大公约数，你就很难让美国的民众消费者信心能够回弹。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自己的矛深深的扎在了自己的这个盾身上。所以任何时候的一场大战，它都不是纯战术力量的对比，而是背后的政客他综合的一个考量。好，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咱们继续，欢迎关注大卫军情局，每天都有更新，咱明儿见。